你能想象吗？在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，外卖这碗饭已经被烧成了火海。三大巨头在里面厮杀，烧钱、补贴、亏损，血肉模糊，却没有赢家。唯一的结果是利润蒸发，股价下跌，消费者暂时占点小便宜，最后全行业一起被拖进深渊。这就是2025年最新出炉的中国外卖大战。先看美团。8月27日，美团公布 Q2 财报，收入918亿元，同比增长 11.7%， 听起来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可细看利润，瞬间心凉。净利润从 98.5 亿元的预期直接暴跌到 14.9 亿元，同比暴跌 89%。它的经营利润率从去年的 13.7% 摔到只有 0.2%， 几乎贴着地板爬。而且美团核心本地业务的利润率也从 25.1% 掉到 5.7%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公司几乎是把赚的钱全拿去填补贴黑洞，自己快被掏空。更可怕的是，美团的销售和营销费用同比猛增 52%， 达到了226亿元。换句话说，几乎一半的钱都花在了补贴大战上。结果呢？新业务亏损148亿元，血本无归。再看京东，它8月14日发布的 Q2 财报显示，收入高达3567亿元，同比增长 22.4%， 但净利润只有62亿元，同比大跌 51%。而且调整后的净利润也只有74亿元，同比跌了 49%。更惨的是，自由现金流从496亿元暴跌到220亿元，缩水 55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京东手里的现金子弹快烧光了。最后是阿里。阿里巴巴 Q2 营收2476亿元，同比增长只有 2%， 低于市场预期。虽然净利润看似飙升 76% 至424亿元，但这主要靠 AI 相关业务带动。在外卖和即时零售领域，阿里投入巨资，资本支出从 Q1 的100亿元直接暴涨到 Q2 的387亿元。这几乎就是把钱往火堆里扔。把三份财报摆在一起，你会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真相：整个外卖市场从美团一家独大，硬生生被撕裂成三足鼎立。瑞银的报告显示，美团份额从 74% 跌到 65%， 饿了么从 13% 升到 28%， 京东拿下 7%。可是这个瓜分换来的不是繁荣，而是三方一起负伤。这是赔本卖吆喝，是企业之间极端白热化的竞争状态。用更直白的话说，这就是杀敌1000，自损800。三大平台在用疯狂补贴抢用户，订单量看似破100万、1000万，但本质就是用真金白银往水里砸，越烧越空。这些企业短期内谁也斗不垮谁，但最后结果可能是暗中协议，画地为牢。可这本身违反了反垄断法，等于把市场彻底玩坏。你看，这就是外卖行业的残酷逻辑：要么拼命补贴把对手拖死，要么苟延残喘抱团垄断消费者。无论哪一种，普通人最后都要买单。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总是打到你死我活？为什么就算出海也要把内卷带到海外？这是制度性的悲剧。中国的经济不是自由竞争，而是权贵资本主义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资本和权力紧密结合，企业要生存，就只能通过垄断、补贴、打压，把别人挤死。传统的儒商精神早就死了。现在的企业家们眼里只有利润，哪怕赔本烧钱，也要把对手拖下水。结果就是国内卷不够，还要卷到海外。中国企业不仅在国内掐，还把自相残杀的恶习输出到了海外。2025年夏天，美团与滴滴在巴西的外卖市场打得昏天黑地。滴滴在巴西累计投入10亿雷亚尔
约13亿元人民币，其中9亿雷亚尔专门用来收买商家，阻击美团。结果呢？钱没赚到，官司先打起来了。8月14日，美团旗下的 Kita 在巴西法院起诉滴滴的99Food，指控他通过巨额预付金签排他协议，逼迫商家2选1。8月19日，滴滴又反手起诉美团的 Kita 商标侵权，甚至滴滴还花大价钱买下 Google 搜索关键词 Kita， 只要有人搜，就跳出滴滴广告。这一行为直接被圣保罗法院裁定为不正当竞争。问题是，这一切巴西人根本没放在眼里，因为市场的绝对龙头是 iFood， 份额超过 80%， 第二是 Uber Eats。 美团和滴滴打得头破血流，到头来只是陪跑。中国企业把国内的恶性竞争带到海外，结果是丢中国人的脸。中国这种无底线、无规则的打法，在国际市场根本行不通，最后伤的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。试想一下，巴西人、欧美投资者看到中国公司这样互掐，会怎么想？他们会觉得这些企业没有规则意识，没有长期战略，只会短期补贴和自残。这不仅拖垮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道路，也让全世界对中国模式嗤之以鼻。在这一切的背后，折射出来的是整个中国经济的悲剧性逻辑。一个市场不是靠创新、靠效率、靠服务去赢，而是靠补贴、靠消耗、靠权力庇护去应卷。这样的故事，结局永远是没有赢家，只有废墟。看似是3大巨头的烧钱游戏，但背后受伤的却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。因为资本永远不会做赔本买卖。今天平台给用户发红包、送优惠，明天就会通过涨价、抽佣、压榨骑手把血抽回来。数据显示，中国外卖骑手数量已经突破1300万人，相当于西班牙全国就业人口的一半。他们的平均月收入只有5000至6000元，但每天要送单12至14小时，而且没有社保保障。美团骑手的平均时薪约为15元，比北上广最低时薪标准还低。而当3大平台不断互卷烧钱时，最直接的代价就是压缩骑手的收入。补贴的钱要从哪里来？当然是从底层劳动力的血汗里扣。有骑手吐槽，现在接一单外卖，跑5公里赚5块钱，不敢休息，不敢生病，像机器一样。这就是中国外卖奇迹的残酷底层。更悲凉的是，消费者以为拿到补贴是便宜，其实那只是短期幻觉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3.6%， 而外卖价格的涨幅更快，北京、上海平均涨幅超过 5%。一个年轻白领的日常账本：2022年点一份外卖快餐，人均20元；2025年已经接近30元，涨幅超过 40%， 远远跑赢工资涨幅。这就是平台烧钱大战的真实结果，补贴的甜头吃不了多久，最后物价上涨，消费者被反割韭菜。外卖大战烧掉的，除了老百姓的钱，还有投资者的信心。2025年8月底，美团股价从年初的190港元跌到105港元，市值蒸发超4000亿港元。京东在港股的股价也一路下滑，从80港元跌到45港元。阿里虽然靠 AI 业务拖出了利润，但外卖和即时零售的烧钱让投资人忧心忡忡。华尔街日报评论，中国外卖3巨头正在重演2015年的打车大战，结局可能一样，资本烧钱大战最后化为灰烬，市场回归冷静，但投资人的钱早就打了水漂。如果说外卖大战只是商业竞争，那你可能低估了它的象征意义。它更像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整个中国经济的深层困境。消费正在快速萎缩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摆在那里，
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只涨了 2.1%， 创下近10年的新低。大家口袋里的钱越来越紧，消费欲望越来越低迷，平台只能靠疯狂补贴去抢那点可怜的订单。创新的匮乏同样赤裸裸。外卖行业没有真正的新模式，说白了就是烧钱换市场。在芯片、人工智能、硬科技这些真正决定未来的领域，中国企业普遍被卡脖子，没有出路，只能在低附加值的赛道里越卷越狠。而最让人心寒的是制度性的掠夺。平台一边对资本和权力摇尾乞怜，一边对骑手和消费者下狠手。骑手被压榨，消费者被收割，这样的竞争根本算不上市场化，它更像是权贵资本操纵下的丛林厮杀。最可怕的还不是今天的亏损，而是未来的不可持续。如果补贴大战持续，三大平台可能出现以下局面：全面涨价，一旦烧钱结束，所有外卖价格将大幅上涨，消费者被反噬；裁员潮，骑手的数量可能锐减数百万，社会失业率进一步上升；资本撤离，外资机构可能彻底放弃中国互联网赛道，造成资金外逃。而这些最终都将汇入中国经济的灰色大潮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，2025年中国 GDP 增速可能跌破 3%， 这是40年来的最低水平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外卖大战就像一根火柴，点燃了整个经济的焦虑与不安。美团、京东、阿里在财报里写下的每一个亏损数字，都是骑手的一次加班，消费者的一次涨价，投资者的一次血亏。这不是某一家公司的问题，而是整个中国经济走入死胡同的缩影。